我有呢個感覺，即係覺得哇，點解香港酒咁平嘅？呢一個 moment 嘅時候咧，我就知哇，我真係有少少 localize 咗做一個新加坡人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Irene。今日上一條片同大家分享一樣好有趣嘅事情，就係喺我返到香港一段時間之後呢，我發現我某一啲行為呢，令到我覺得我真係好似一個新加坡人，或者係一個真係喺新加坡生活咗2年，被新加坡生活 localize 咗嘅一個人。咁喺呢一條片呢，就將會同你分享幾樣嘢啦。咁唔知道如果本身係喺香港嗰度做緊嘢嘅新加坡觀眾啦，你哋有冇啲同感？咁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幾得意嘅，即係證明我過去2年咧喺新加坡嘅生活咧係冇白費嘅，我真係有活着嘅，有活過嘅呢2年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。第一，食辣。返咗嚟香港之後咧，我食一啲稍為辣或者係佢標明有一個辣椒嘅有一啲餸菜呢，我食落口呢，我竟然唔覺得點樣辣喎！呢件事係一件好神奇嘅事，因為喺2年前我未嚟新加坡之前呢，我係一個唔食得辣嘅人嚟嘅，即係我係食少少辣呢，已經係要瘋狂飲水啊、流鼻涕啊，即係總之就係唔得辣嗰啲人啦。經過呢2年喺新加坡食唔同嘅辣椒醬嘅歷練呢，哇！我返到嚟食一啲佢話微辣或者小辣嘅嘢食咧，我係完全唔覺得辣。食一啲中辣嘅嘢食咧，我覺得可能有少少辣啦，即仲食到。然後大辣咧，so far我係未去試啦。咁我覺得呢件事咧，我諗都算係一個人生嘅進步啦。即係我呢個火舌頭咧，都係有對於食辣嘅 tolerance 咧，絕對係有 improve 到。同埋我識得分唔同種類嘅辣椒或者辣椒醬。有時食出嚟嘅時候咧，大概會食到嗰個辣椒咧係有咩味啦，例如係譬如蒜蓉啊、蒜頭啊，有冇豉油辣椒啊，即係呢一啲咧，因為喺新加坡真係幾乎每一餐飯咧都會即係阿 boy 咧，佢都會嗌辣椒啦。咁有時候我又會試下咧，咁啊食下食咗2年咧，咁都叫做係對於辣椒或者係辣椒醬咧係有多少少嘅認識。第2樣 tap card。唔係喺新加坡生活嘅觀眾可能就唔知啦。你喺新加坡咧搭巴士嘅時候咧，你上車落車都要 tap 卡，就有少少似好似喺台灣搭公交車咁樣，因為佢係跟距離收費嘅，即係當然你越長就收得越貴啦，越短嘅距離就收得越平咁樣啦。咁但係香港嘅巴士唔係嘅，淨係咧你一上車基本上你就俾晒成程嘅費用啦，無論你喺跟住落嚟嘅邊一個站落車都好。咁有一件趣事咧，就係喺我啱啱翻嚟頭嗰幾日，即係可以 release from 呢個 quarantine 嘅時候咧，喺我到站差唔多到站要落車嘅時候咧，我就走去抄我嗰張八達通卡。八達通卡即係 equivalent to 即係新加坡 EZ-Link 卡咁樣啦。咁我就喺度揾，就揾我張八達通卡啦。咁就揾得好辛苦，終於俾我抄到出嚟。跟住我去落車，然後我先醒起，原來係唔使 tap 卡㗎落車嗰陣時。跟住我喺落完車之後就覺得，哇！成件事就太搞笑啦！我真係已經好難去適應一個唔使 tap 卡落車嘅巴士。第3，電梯上落嘅方向。冇錯啦，呢樣嘢呢，我喺呢一條片其實呢，就同大家分享過，我啱啱嚟到新加坡唔習慣嘅地方啦，就係因為喺香港嘅電梯呢係左行右企，即係如果你要行繼續上呢，你係要企左邊嘅，而你 stop 呢，你係要企右邊。但係新加坡係啱相反，新加坡呢係左企右行。咁之前喺呢一條片咧，大家未睇可以快啲去睇翻，我而家覺得好搞笑。嗰陣時咧，我就係適應唔到喺新加坡嘅左企右行啦。咁但係喺新加坡嘅2年生活之後，我翻到嚟香港，去搭地鐵啊，或者去商場搭嗰啲扶手電梯，死咗啊！真係死咗！我係企咗喺左邊，咁我就塞住咗嗰一條俾人上嘅通路，就成日俾人唔該謝。咁呢個咧，我諗。到我翻去新加坡嘅時候咧，我又會再重新經歷一次呢一個錯誤啊！所以都真係要翻多嚟一陣咧，先會習慣呢個左行右企同埋左企右行。第4，喺講嘢嘅時候唔小心用咗 Singlish。
平時咧喺香港講嘢咧，即係香港人同人哋溝通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都係無可避免咁樣會用咗英文啦。咁呢樣嘢就冇咩大驚小怪，就都係好平常。但係今次咧，我喺新加坡2年之後翻嚟香港咧，我就發現我喺某一啲用詞上面都會唔小心咁樣用咗 Singlish 嘅。咁其中一樣咧就係抿嘅紙巾啦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喺我喺新加坡嘅2年期間咧，佢都係叫做賓西咗啦。到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咧，我係有少少詞窮，我唔知道嗰卷嘢到底即係 toilet roll 到底係廣東話叫乜嘢？廁紙。第二樣咧就係有時會唔小心噴咗句牌死出嚟啦，真係好自然㗎，即係呢一個都係我喺新加坡咧 daily 會用嘅字啦。有時都會講多咗普通話，因為我平時喺新加坡多數我主要用嘅 language 咧，其實都係普通話。第5樣，酒嘅價錢。呢樣嘢咧，真係因為去咗新加坡2年之後咧，先有呢個改變。就我覺得喺香港嘅酒好平，平到好似唔使錢咁樣。因為大家如果唔知嘅話咧，其實新加坡咧酒咧嘅打嘅稅係好貴啦，所以就令到佢嘅零售價都係變得非常之貴。普通一支紅酒咧，我諗最少都係要20蚊波子，即係講緊係100蚊以上嘅港紙，你先可以買到啦。但係分分鐘咧，同一個牌子同一個 quality 嘅嗰一支酒喺香港咧係賣緊100蚊，可以買到2支甚至係3支啊！當我有呢個感覺，即係覺得哇，點解香港酒咁平嘅？呢一個 moment 嘅時候咧，我就知哇，我真係有少少 localize 咗一個新加坡人。第6，覺得屋企好細。其實咧喺香港，我嘅屋企咧都唔算細㗎，即係我哋屋企係7、8尺住4個人咧，即係我啦、細佬同埋爹哋媽咪啦。但係經過咧喺新加坡住嘅2年，即係我係住喺 HDB 入邊啦，我就發覺咧，我翻咗嚟香港之後，覺得自己間屋好細啊！即係間房又好細啦，個廳又好細啦，即係個廁所又好細啦，全部嘢都好細。呢個真係冇比較冇傷害，一有比較咧就覺得，唉，點解屋企咁細？喺屋企依家，譬如做瑜伽啊，或者做下伸展運動咧，其實咧都係要搬開啲嘢嘅。但係之前喺新加坡唔係噶嘛，即係喺屋企做咧係即係唔使搬開任何嘅，同埋任何嘢嘅嘢喺原位你都可以鋪2、3張瑜伽墊出嚟做嘢。呢個真係無可避免地覺得咧，點解屋企咁細嘅？即係對於一間屋嘅大細嘅定義咧，係變得非常之唔同啊！好啦，咁呢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希望大家睇嘅時候覺得 enjoy 同埋覺得搞笑啦。呢一啲就係我真係一個香港人喺2020年同2021年2年完整咁樣喺新加坡做嘢之後，翻嚟香港所感受到自己變得多咗少少新加坡人嘅一啲地方。咁大家歡迎喺下面 comment 話俾我聽，你哋有冇相同嘅經歷啦？又或者係其他如果你有趣嘅經歷，都可以喺下面話俾我聽。好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下一條片啦。我而家喺呢個中環嘅9號碼頭俾大家睇下。好啦，話超大風，我哋好快再見，拜拜。